什么？红珠随万岁爷去了木兰围场，这是真的？回兰贵人话千真万确，其实是总管知房摆的禅，令红珠姑娘以管事宫女身份陪万岁爷御驾围场。我可真蠢呐！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让皇上调离了红珠呢？我怎么会没想到？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看来他们把红珠派到我身边当差侍假，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老天保佑啊！千万不要发生那种事，要不然我兰儿的一切可都完了。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众爱卿，朕今天非常的高兴，来，举杯，干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本以为朕多年没有骑马射箭，已经荒熟了，没想到朕今天一出手还大有斩获，看来朕依然是身手不凡呐。是。众爱卿，你们今天都看见了吗？朕一出手就射杀了一只野猪，等到了明天，朕还要再射他个10头8头的。来，喝酒！朕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朕今天一出手，就射杀了一只野猪。你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回万岁爷话，奴婢红珠。不对，朕今天射杀的是一只黑猪，怎么变成红猪了呢？万岁爷说笑了，奴婢的确叫红珠。红猪，让朕看看。对，是红猪，脸是红的嘛，就是只红猪。张公公，怎么了？红楼姑娘留到万岁爷那里过夜了。真的？就没离开大帐？真的没错，张公公。而且大帐的灯也熄了。按宫中的规矩，时辰也该记下来。来。
好。哎呀，大总管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红珠宠幸。哎呀，好，太好了。小宋子，来，过来。哎，张公公，给你一礼数。哟，谢谢。哎，我听说要让你送右亲王回去，可不是嘛。哎，这昨个围猎的时候啊，这右亲王好长时间不骑马了，哎，从那马背上摔下来，把手给摔折了。哎呦，这万岁爷呀，恩准他先回京城去，这不知道我先送他回去。哎，我怎么看你好像有点不乐意呀？那可不是嘛。哎，这多好玩呀！哎，我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回去我，你们这些小年轻的呀，就是贪玩。你真在这儿把心玩野了，那回园子想往回收心都难呐。再说，你知道为什么让你送右亲王回去吗？啊，你是万岁爷身边的人，让你送右亲王回去，那叫皇恩浩荡，这是露脸的事儿啊。是。哎，张公公，您找我有事儿啊？来，咱们这2天围猎呀，打着不少野兽。万岁爷是龙颜大悦，每人赏5两银子。你看，你签一字，把钱先领了啊！哎，拿着去。张公公，我这不会写字儿。连名字都不会写？不会。那你平常怎么领钱？画圈儿，画一圈。哎，小宋子，哎，你不识字哈？哎呦，张公公呀，您这不是笑话我吗？哎，我11岁就进宫了，家里边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上。哎呀，你不认识字啊，这就麻烦了。本来呀，有件好事要找你，人家出5两银子，让你带一条回园子。知道你不认识字，吹，找别人吧。哎，别介，张公公，我这不识字，我还能不认识人呀？您说吧，带给谁，我一准给您送到去。也对哈，有一本家王爷啊，要烧个条给园子里的刘大总管。他真的肯出5两银子？瞧，现银子，当当的。你看这个，是你挣了呢，还是给他们挣的？这肯定我挣啊，是不是张公公？哎，您要烧那条了？条在这儿呢。哎，哟，这什么条子呀？放这么严密？嗨，没什么大事儿。这本家王爷呀，新纳那妾，给他添了一大胖小子。哦，他知道咱们大总管在太佛爷跟前伺候，所以呢，想托大总管在太佛爷那儿求一个福字儿。哎，就这么点事儿。不过宫里向来有一规矩，太监不准给人带妾，这你肯定弄仔细了，要不然罚你不说，挨顿打也算小事儿。你真把人王爷牵扯进去，那可就弄不清楚了，知道吗？哎，张公公，您放心，一准没事儿。那行。哎，你可得亲手把这条交到刘总管手里头，知道吗？明白。那去吧。哎。九州青叶小粽子求见刘大总管。哎呦，小粽子，您不是，您不是陪万岁爷去木兰围场了吗？
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这有事儿嘛，我就先回来了。哎，快去找大总管，就说我有急事找他。这有急事儿也不行啊。哎，什么意思呀？刘大总管去宫中太佛爷那儿复命了，最早也得今儿晌午回来。要不有事儿我替你转告刘总管一声。不用了，你见着大总管呀，就帮我通报一下，就说小粽子找他有急事儿。帽子给我呀！哎呀，帽子！哎呀，让我起来呀！跑步干什么呢？想翻天啊！你干什么？回兰主子话，奴才的帽子。先戴上吧。这。知道按园子里的家法该怎么办吗？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行了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下回别让我碰见，要不然你们可当心了。谢兰主子大恩大德，谢兰主子大恩大德。去吧去吧。谢主子，谢主子大恩大德，谢主子大恩大德。小粽子，等等，随我来。小粽子，帽子里藏的什么呀？回主子话，没什么呀。哦，没什么呀。那给我看看。兰主子，这帽子里边真的什么都没有。给我。兰主子饶命啊！小粽子，你小小年纪是活腻歪了吧？你知道私自带条进园子是什么罪名？回主子话，奴才知道不能随便带条，可这条是张公公他让。张公公？回主子话，是张公公，不是右亲王，不是那本家王爷。行了行了，这字条上写的什么？你知道吗？回主子话，奴才不识字，不知道条上写的是什么。不知道写的是什么？那是怎么回事？你总该知道吧？回主子话，奴才真的不知道。奴才要是知道的话，天打五雷轰。奴才不敢说半句假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任凭南贵人您发落。这样你也不敢跟我说瞎话，知道吗？只要我到总管职房说一声，你就得掉脑袋。主子饶命啊！主子饶命！兰主子，看在奴才伺候过您和万岁爷的份上，饶了奴才吧，饶了奴才吧。行，饶了你也可以，不过你得跟我说实话。皇上这阵子都在做什么呀？一五一十的，别这儿跟我掐头去尾、缺东少西的，跟我抖谎话，当心你的脑袋。这，回主子话，奴才这2天陪万岁爷天天打猎。前天万岁爷打了一只熊，特别高兴，晚上还和王爷们一块喝酒。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是问你，皇上跟红珠姑娘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回主子话，奴才该死，奴才忘了这茬了。万岁爷确实招幸过红珠，奴才走的那天也是红珠姑娘陪万岁爷的寝。小粽子，我问你，
半个月前，你去方湖胜境干什么？回主子话，奴才没去过方湖胜境。没去过吗？那我给你提个醒儿，那天下着雨，你还带着一斗笠，你就是去了方湖胜境的佛堂。当时我就在你身后门口看得真真的，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回主子话，是奴才确实去过，奴才记起来了，那天下雨确实去过方湖胜境。去干什么呀？回主子话，奴才去烧香磕头。什么这话？这是嫔妃去的地方，你去干什么呀？奴才，我还看见你跟瑞英鬼鬼祟祟的，到底在说什么？说。回主子话，奴才是向瑞英姑姑借银子。你有蒙我吧？你借钱干什么？欠了赌债？借高利贷？回主子话，是奴才家里边急等着用钱。哼，小粽子，你当我不知道啊？我早就打听过了，你家里人都死光了。你11岁晋升进的宫，你给家里人，给谁呀？阴曹地府啊？行啊，我看你是活腻歪。哎，回主子话，奴才那天是去找瑞英姑姑说事，可是奴才不是说自己的事，是安公公家里出了事儿，急等钱用。安公公家？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回主子话，安公公他老爹被人诬告，抓进了官府的大牢。他老娘知道他老爹被抓走后，天天哭，老娘把眼睛都哭瞎了。他娘哭，你哭什么呀？是，奴才不哭，不哭。赶快擦擦，接着说。回主子话，安公公的弟弟安德海和妹妹前些时候来过园子执法，见了安公公，想让安公公把他老爹从大牢里救出来。哎，那安公公干嘛没有去找刘大总管？刘大总管后台多硬啊，有太婆爷撑腰，谁能不买他的账啊？回主子话，安公公他不敢，他怕日后落下花瓣，什么都得听刘公公的，所以才命奴才这2天四处去凑银子。奴才这次给张公公烧条，也是想帮安公公多凑点银子。这么说来，还真难为你的苦心了。那瑞英借了你多少钱啊？总共20两银子。20两银子，那可是瑞英姑姑1年的积蓄啊！她肯借给你？回主子话，奴才和瑞英姑姑都是宫里当差的老人了，何况安公公以前还救过瑞英姑姑，所以瑞英姑姑不可能见死不救。再加上以前道光先皇曾赐他们对食的事，我也跟您说过，所以就借了。照你这么说，安公公家里面也怪可怜的。奴才不敢说半句假话，任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我就当你说的是实话，饶过你这回了。我就当你说的是实话，饶过你这回了。多谢南主子大恩大德，多谢南主子大恩大德。字条还给你，装好了，该给谁送去就给谁送去。我要没猜错的话，这是给刘大总管的吧？是，烧条的人是让送到大总管手里。哼，那不还给他送去？奴才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呀？让你送你就送。今儿的事儿，跟谁也别说，记住了？这。快去吧，装好。哎，等等。这。你能给别人送信，也能给我送信吧？回主子话，奴才一定送到。那等着吧。这。
送出园子，直接送到瓜尔佳氏府大公子荣禄的手上。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许说。这要是走漏了风声，当心我割了你的舌头。去吧。哎，等等，万一有人问起为什么晚上出园子，你就说护送右亲王回京的时候落起瓶疗伤药，所以特意要给府上送去。记住了，去吧。这。走啊！大爷，您能替我读封信吗？当然可以啊！哎，这蜡药要是被拆了口，收信人发现了怎么办？这个简单，我自有办法。你可千万得帮我留点神啊！你放心吧。你们家主人让这位荣军爷去趟河北任丘，了解一下安家的事儿，然后回来向主人报告，没别的事儿。没了，没了，就是这点事儿。哎，就这么没了？没有啦。谢谢您啊，大爷。谢倒不用谢了，这个得给呀。哦。好。可行。劳驾，请问荣军爷在吗？在。我这有封信要送给他。您先说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红珠啊，红珠，我真没看走眼。哎呀，栋子，往后好好当差啊，对着机会我就提携你。来，5两文银。你看，奖赏拿着，不能乱花啊。哎，怎么了这是？大围场回来累了？年轻，睡一觉就好，回去歇着。哎呀，太佛爷真有眼呐，把这红珠拆到园子里头来，还真没选错人。安叔，你上哪儿去了？啊？怎么在园子里一天都见不着你？你不是从木兰围场回来送右群王回家了吗？送到了没有啊？右群王伤得怎么样？哎呀，你呀，在园子里当差也不是1天2天了，怎么回来就瞎跑呢？净干着不着调的事儿。安叔，哎呦，我说爷们儿怎么了这是？啊，哭什么呀？怎么了？坐这，坐下啊！哎，有什么话慢慢说。怎么了？安叔，我送右亲王回京，外差房大理太监首领张延山张公公让我帮他带张条，说是交给刘大总管。我原本以为可以挣几个钱，好给您家救急，然后就给带了，可没想到刚进园子就被兰贵人发现了。
我开始怕蓝主子记恨我，怕是那信上写的就是让收信的人把我给宰了。于是我就在街上的小摊儿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先生，让他把信拆了念给我听了。那信上写的什么？也没写什么，就是让荣公子去河北任丘找你们家查你们家的事儿，然后禀报蓝主子。就这些？就这些。安叔，还有件事我得跟您说。蓝主子审我的时候，突然说起前些时候我去方湖圣境向瑞英姑姑借银子的事儿，被他看见了。你说了？安叔，我当时害怕呀，我怕被家法处置。你又不在我身边，连个壮胆的人都没有。这蓝主子平时看着挺和善的，可这眼珠子一瞪起来，简直是吓死人。我都不敢正眼看他，所以我就说了。你都说什么了？我说安总管家出了事儿，向瑞英姑姑借银子的事儿。安叔，您到底怎么得罪兰贵人了？他这么记恨你。要真是小粽子做错了什么事儿害了你，那我可一辈子都心里不安。安叔，您对我这么好，原本我是想帮您的。总之，安叔，是我错了。行了，你也别责怪自个儿了啊！坐着吧。哎呀，坐这儿。哎，粽子，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啊。蓝主子记恨我，那也是事出有因。当初红珠被派到园子里当管事宫女，那是我极力推荐，可没想到他们俩人到现在就一直不和。而且当时蓝主子也提出过让瑞英姑姑到他身边当差，也被我一口回绝。显然就是这件事儿，蓝主子就开始怀疑我，认为我吃里扒外，没按照他的心思办事。而且他心里也清楚，我是明知道红珠就是为了监视他才来的，我还拼命的推荐，就为这事儿才结下梁子来。还有，这红珠这次伴嫁到木兰围场，那也正好是刚刚赶上蓝主子让我把红珠退回到总管职房，给他另找地方当差。结果第二天，刘福就把他派到皇上身边当了伴嫁宫女。蓝主子肯定认为这是我跟刘福合谋，硬把红珠塞到皇上身边的，这才发生了木兰围场子皇上宠幸红珠的事儿。蓝主子肯定是恼羞成怒，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所以他记恨我也就是必然的。这不闯了大祸了呀！安叔，派红珠到万岁爷身边的事儿，你根本不知道呀，你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呀。要不我现在就去找蓝主子。嗨，你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越描越黑吗？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呀，也就是听天由命吧。其实我倒无所谓，只是我爹现在在大牢里头生死不明，我娘为这事儿又哭瞎了双眼。我要是出点什么意外的话，我爹就得死在牢里头。我爹这一死，安家也就散了。命薄啊，真是命薄啊！安叔，要不你找万岁爷帮忙？我试过了，上次万岁爷正为长沙解围的事在兴头上，我不好扫他的兴，就没敢张口。可现在想找他说，也够不着他老人家。那要不找刘大总管？那不正中了刘福的奸计？我告诉你，我爹下大牢这事儿肯定跟他有关系，他正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要么我去求他，跟他站在一条船上；要不我就得眼睁睁地看着我爹死在牢里头。这次我要是去求他帮忙，我爹从大牢里出来倒是不成问题，可他从深水里捞我这么一次，将来就能往火坑里推我10次。算了。安叔，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宗子？兰贵人他让您现在马上去一趟，我估计他肯定要找您麻烦。您要真有个什么3长2短，我怕。没事啊。这样吧，安叔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回不来的话，你就把我柜门里那几样东西收拾收拾，交给外拆房的汪公公，让他转给我家里的人。啊，得，我再抽口烟儿啊。你先去回兰主子的话，就说安德新说话就到。啊，安叔，去啊，这。奴才安德兴给兰主子请大安。快起来吧。多谢兰主子恩典。安公公，这一向可好啊？托兰主子跟万岁爷的洪福，奴才一向尚好。我怎么瞅着你的脸色不大好啊？回兰主子话，奴才前2天在园子里洗了个凉水澡，偶感风寒。前2天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这2天多喝了点姜汤，好多了。真得注意了。安公公，我找你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俩也算有缘分。我没进园子之前就跟你认识，也算是老相识了吧？回兰主子话，这是您的奴才不假，老相识不敢当。您看，您是宫中的老人了，我就想问问，像我这样的贵人身份，多长时间可以跟家人见上一面呀？回兰主子话，按照园子里的规矩，所有的嫔妃贵人半年能和家里人见一面，不过也有例外，只要是万岁爷恩准，您随时都可以见面，哪天都成。这让您给说中了。皇上跟我说，趁着这几天闲着，让我跟家人见上一面。他跟我说，跟您安总管说了，您就会给我安排的。回兰主子话，您放心，明儿一早我就派人到木兰围场向万岁爷讨个口谕，只要口谕一到，奴才立刻就安排您跟家人在园子里见面。合着皇上跟我说的就不是口谕，跟你说的那才是口谕了。奴才不敢，奴才不敢。我不过是要跟家人见上一面，皇上都跟我说了，可你就是不信，非要到木兰围场去讨什么口谕，明摆着不相信我吗？这只是其一，其二，木兰围场多远呀？来回还不得几天？到了那会儿，皇上自己都回园子了，我还用劳您大驾跑到木兰围场去给我要这口谕？奴才知错，奴才不敢。你有什么不敢？你呀，就是打心眼里不信任我。回兰主子话，园子里的嫔妃贵人要是想和家人见面，必须由奴才亲自得到皇上的口谕才能安排。奴才这么做没有错，奴才不敢自作主张。兰贵人，您应该知道，园子里这么些个嫔妃贵人，要是随便谁都跟奴才说一声皇上是怎么跟他说的，奴才就照着去做。一旦什么呀？一旦我说了假话，皇上到时候怪罪下来，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你是这意思吧？这个，我的事儿你就不敢自作主张了？那我问你，没人让你跟刘福私通关节，你怎么就敢了？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你上次进宫给太佛爷磕头的时候，他不仅给你官升了2级，而且还送了你扇坠啊、玉器啊，哦，还有洋人送的西洋钟啊和1块鸡血石，有这事儿吧？你跟刘福在总管职房里面密谋也不止1次了，有这回事儿吧？就在刚才，你跟刘福在九州庆宴的职房里面鬼鬼祟祟谈了半天，有这事儿吧？奴才知罪，奴才恳请兰贵人息怒。我息不息怒是小事儿，关键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别以为你比别人多几个心眼儿，我就猜不出你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最恨你这种人了，吃里扒外。哼，要么你就忠心不二，要么你有本事跟我对着干。像你这样墙头草一样，今儿东明儿西的，你自以为聪明啊？要我看，早晚会露馅儿。行了行了，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回兰主子话，奴才在进园子之前就是太佛爷身边的人，这次照例去给他老人家请安，应该不违反宫中的规矩。此其一。太佛爷的确赏了奴才扇坠、玉器，还有西洋钟，可奴才都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没有接受。此其二。由7品升为正6品，确有其事。那都是因为当初奴才被人陷害，连降了3级。奴才在道光先皇身边当差的时候，就已经是正5品，这次提到正6品，比原来还低了2级。此其三。刘福大总管那儿，奴才确实去过几次，那都是因为奴才与刘总管都是宫中的老人，确实有些话题相投。再则，奴才是想跟大总管搞好关系，以免旁逸生枝，因此才与他叙旧闲谈，绝无谋反之事。此其四。还要起5起6吗？回兰主的话，奴才不敢，奴才只是据实禀报。如果主子有不信的地方，完全可以去调查。行啊，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死保着刘福。本来你跟刘福说的都是一些不见天日的话，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形容，就变成了聊天叙旧了。好口才。早就听园子里的人说你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今天我就算领教了。那成，您不愿意说，我也不好逼您，先回去吧。等您想明白了，再来回我也。奴才玉海给兰主子请安。起来了，快说怎么样？回禀兰主子，荣军也让奴才转告主子，事儿全办妥了。漂亮。荣禄人呢？回兰主的话，荣军也在南宫门之房与我见面之后，已连夜赶往河北任丘。好，辛苦你了。这些天让你盯着安德新和总管职房，觉都没得睡，瞧，眼睛都熬红了。快下去歇着吧。谢兰主子，奴才不累。还有什么事儿让奴才办的，奴才这就去。暂时没有什么事儿了。等待佳音，等待皇上，等待可能取代我位置的宫女红珠。你先下去吧。这。
主子和奴才等级就是这么分的。要想成为人上人，一旦有了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万不能对别人心慈手软。想当年，我就是因为心里总怀揣着菩萨心肠，才落个今天在这宜妃宫等死。好看吗？回兰主子话，漂亮极了。我想啊，万岁爷从木兰围场回来，一准就得派人去九州青宴请功。带上这花，万岁爷一定会喜欢的不得了。所以说呀，人靠衣装，马靠鞍。女人呀，要想讨男人喜欢，就是得有点手段。蓬头垢面的，就是连懒下也不会动心的，更别说一国之君的皇上了。这皇上去木兰围场20多天了，我想，兰主子，我想啊，皇上一定想您想疯了。你想啊，他没有去木兰围场之前，几乎让兰主子夜夜搬请，这一回来，还不得忙不颠的派人马上叫您过去呀？诶，小粽子去给万岁爷传话，到现在也没回来，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启禀兰贵人，奴才小粽子求见。进来。启禀男主子，奴才已见到皇上了，并按男主子的意思向皇上禀报了。怎么说呀？回男主子话，万岁爷说今儿刚从木兰围场回来，身体疲惫，已经早早了回寝宫休息了。回寝宫？大白天的回什么寝宫啊？我问你，皇上是和谁进的寝宫？是红珠吗？回男主子话，奴才不敢撒谎，的确是红珠，而且进士房也翻了牌。今天晚上红珠在九州青宴寝宫陪万岁爷办寝。你去启禀皇上，就说兰贵人有急事要见。哥，你等等，你带路，我亲自去。哥，快点。启禀万岁爷，兰贵人求见。你了，哎！皇上！哎，抓住皇上！你敢打朕？启禀万岁爷，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朕今天刚刚回园，累了，还不赶快下去？这。皇上！兰主子，奴才尽心了。
您赶快到外拆房去一趟，您家里人来了，在等着见您。啊，我家里人啊。娘，您好吧，娘？德信，爹，德信呐，爹，您还好吧，爹？好，爹，德信呐，咱爷俩今儿能见一面，那真是天意呀！要不是你在京里边做官的那一朋友救我这一辈子恐怕也出不了大牢了。爹，我想，爹，您别说了啊！大海，这到底怎么回事？谁救了咱爹？哥，前些日子京城有条容禄大人上了咱家，家里头谁也不认识他。他在咱家问了情况，很快就到官府把父亲放了出来，而且还送咱家好多银子。我和妹妹、咱爹、咱娘都感谢他救命之恩，可他说用不着谢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原自己的兰贵人、兰主子吩咐他做的，所以要谢就谢兰主子。兰主子，兰主子，安公公，你不能进来，我还没有禀报兰主子呢。兰主子，行了，安公公是宫里的老人，可以不禀报直接进来，你们都先下去吧。是。奴才安德心，感谢兰主子救我全家的大恩大德。奴才替爹娘、弟弟妹妹给您老人家叩头了，谢兰主子。报不报恩的再说吧，我们俩的事儿可还没完呢。奴才有罪，奴才知罪，任凭兰主子如何处置，奴才绝无半句怨言。那你倒说说，你有什么罪啊？红珠之事，要不是奴才上次力荐，也许万岁爷就将红珠退回到太佛爷身边，也就不会发生木兰围场万岁爷宠幸红珠之事。好了，那你说说，你跟刘福是什么关系啊？回兰主的话，奴才跟刘福从来就不是一路人，奴才从来没有干过出卖主子、出卖万岁爷的事情。主子要是不信，一旦查出，奴才但求一死。谁要你死了？快起来吧！你想死，我还舍不得呢。还愣着干嘛呀？快起来呀！兰主子，奴才……好了，这事儿就那么过去了，以后不许再提了。打今儿起，我们就是一条道上的了。我希望你能和我成为知己，像个哥哥，甚至像个父亲，保护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女儿一样保护我。你能做到吗？回兰主子话，为兄为父，奴才不敢当。可是为了主子卖命，奴才安德心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万死不辞。奴才此话既出，绝无反悔。如有三心二意，天打雷劈，天地不容。希望你不是口不对心。好了，快起来吧。谢兰主子。家里人都安排好了吧？回兰主子话，都安排好了，就住在离园子不远。奴才已经请了郎中给父亲诊病，过几日就送他们出京。有机会去看看他们吧。虽说是一进了宫就是皇上的人了，但那毕竟是你的生身父母啊，看看去也没什么错，对吧？奴才遵命。对了，刚才万岁爷找人叫我过去，你去回个话吧，就说我身上不舒服。奴才这就照办。万岁爷，奴婢帮您装了口烟，解解闷儿吧。万岁爷，
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奴婢不敢瞎猜，我想您一定是为朝廷上的事担心吧。万岁爷，山上的红叶全红了，非常好看。要不奴婢陪您坐船到福海上逛逛，散散心，也许万岁爷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万岁爷，要不奴婢给您捶捶背，这骑马打猎的，您一定还腰酸腿痛呢。行了，朕要一个人清静清静，你先下去吧。万岁爷，还是让奴婢陪您吧，一个人多闷呐。启禀皇上，安公公求见。传。奴才安德兴给万岁爷请圣安。昨日奴才因家事缠身，未能在园中迎接万岁爷，还望万岁爷恕罪。安德先，奴才在。刚才朕派人去传兰贵人到九州清宴的寝宫，至今未到，不知是何原因。你去宜兰殿看看。回禀万岁爷，奴才刚从宜兰殿那儿赶过来。那他怎么了？启禀万岁爷，您去木兰围场狩猎时日较多，兰贵人思念万岁爷积郁成疾，身体不适，因此不能前来九州清宴复命，特命奴才前来回禀万岁爷。奴婢恭请皇上圣安。平身。下去吧。是。这。兰儿，你知道为什么朕每次见到你都这么开心吗？因为你会打扮。你看，这2朵兰花插在你的头上，多好看！你不是跟安德欣说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吗？依朕看，你不是身体不舒服。你是在生朕的气，你在怪朕为什么回到了园子里没有及时的召见你，对不对？奴婢哪敢怪皇上啊！奴婢想到皇上日理万机，忙于朝政，木兰围场狩猎，风餐露宿，历经了千辛万苦，奴婢想想心痛都来不及呢，怎么还可能怪皇上啊？就你会说话。不过你说的没错，朕从木兰围场回来真的是很累了。唉，还有那些朝廷里的事儿，真叫朕心烦。皇上越累越要注意身体啊，天大的事儿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哦，对了，奴婢准备了纸和笔，正想给皇上写2个字呢。写2个字？嗯。那朕倒要看看，你要为朕写2个什么样的字？好啊。
皇上福寿双全。福寿。好，好啊。这么多年了，朕在园子里还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可以用双手写梅花篆字的。娜儿，你真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啊！看来，朕在园子里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可以跟你讲了。看来只有你可以了解朕的烦恼。皇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安公公说，长沙之围虽解，但是南方的太平军又开始闹腾了，而且这太平军还的确厉害，攻陷了不少城池。皇上是为这些事儿烦恼吗？是啊，朕本以为长沙之围已解，太平军应该就此消失了。没想到这2天又闹起来了，而且还越闹越凶。这几天不断的收到奏折，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跟太平军作战，这本来是件好事儿啊。但是众朝臣们却为此争论不休。许多满族的王爷和大臣们，他们坚决反对由汉人来执掌兵权。今儿个叫起儿在正大光明殿，众朝臣们几乎成了围攻之势了。这是在逼迫朕立即下旨撤销团练。奴婢听皇上说过，御前大臣肃顺跟皇上还是很贴心的，他对此事怎么看待呢？肃顺以为这些地方武装跟太平军作战，可以大大的减轻朝廷的压力呀，不可不用。但是众朝臣就是认为不可，朕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了。要知道，祖宗先皇启用汉人拥兵掌权这种事情从未有过。那些大臣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认为曾国藩……哎，跟你说这些干嘛呢？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算了算了，还是不说为好啊。讲吧。刚刚皇上还说了，有些话对奴婢说了也是白说，而且皇上去木兰围场围猎的时候，奴婢在园子里也学了一些宫中的规矩礼法，知道这后宫干预朝政是最忌讳的了。我一个小小的贵人，在皇上面前说3道4的，难免会有干预朝政之嫌呀。算了，我何苦来的呢？万一哪天皇上不高兴，我这小命都保不住了。唉，放着好日子不过，朕让你讲你就讲，规矩是人定的，朕是皇上，朕说的话就是规矩。讲吧。那奴婢多谢皇上了。不瞒皇上，您不在园子这阵子，我经常去九州清晏的书房看书，无意间看了一些大臣的奏折，还有一些没批过的册子，所以对事情来龙去脉已经多少知道了，还望皇上恕罪啊。恕你无罪，讲。